我认为最意外的上榜名单，这就是猪脚。不知道有没有人当时搜寻过猪脚，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为什么搜寻？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大家为什么想要搜寻猪脚。拢爱吃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了我们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那我就不会用看稿，改用轻松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 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1年1度的 Google 年度搜寻排行榜。这边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杰哥。好，大家好，我是杰哥创意笔记的杰哥。杰哥是跟我在过去在社群行销上面有非常多合作的朋友，然后我想说他对于议题的观察应该有非常敏锐的想法，不是很确定啊。另外呢，杰哥自己也有做非常多的 Shorts， 然后以及在 IG 上面的 Reels，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这边都可以订阅一下哦。那我们这次榜单其实有4个主题，分别会介绍的是快速窜升新闻议题、快速窜升人物、快速窜升台湾戏剧，还有快速窜升商品推荐关键字。在开始之前，我就先解释一下这个榜单的计算方式。它是依照2023年搜寻量相比于前一年的快速窜升幅度所进行的一个排名，所以是变化量，不是绝对的搜寻量。它是一个相对值，表示呢，今年上榜的这些主题是在今年的关注度比去年还要来得高。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芒果最新的财商启蒙绘本即将结束邮会，这3本专为3到6岁孩子所设计，故事简单但重要观念很多。从钱的功能、赚钱的辛苦、储蓄的重要，到如何在资源有限情况下面分配金钱，全部都有讲到。是我希望呢，我自己小时候能够看过的绘本。因为像我呢，以前也没有零用钱哦，平时真的不知道怎么用。等到某天爸妈给我提款卡呢，我就失控乱买 Klolo 跟 Fate。那现在体悟就很深哦，花钱跟赚钱都需要学习，因为对用钱没有观念的话，有钱时容易乱花。所以从小小的年纪跟额度开始练习，渐进式的进步很重要。真的很推荐这套绘本，从3到6岁开始帮孩子启蒙财商。想要把握黄金期的家长呢，别错过这次的机会。现在消费满额还送2项赠品，马上点击链接吧。快速窜升新闻议题。这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它不包含单一人物相关的。杰哥，你有没有想到哪些可能会在这个新闻议题里面？我觉得应该有 ChatGPT， 然后有一个我个人很希望它上榜，但我不是那么确定，就是 Apple 的 Vision Pro， 但应该有 iPhone 吧？没有 Vision Pro 应该总该有 iPhone。我觉得 iPhone 一定会是，因为 iPhone 每年都改一个14、15之类的，所以它一定会出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10名，土耳其地震，我们有派救灾队过去帮忙。这个是今年2月的事情，所以大家现在有一点点没有印象，也是很合理的。毕竟比较远嘛，是其他的国家，然后又在2月，10个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第9名是国际足总女子世界杯，因为台湾队它其实没有踢进这个会内赛，但其实已经是近30年来最接近的一次。因为我大概有看过这个，有一个算是丑闻的事情，类似像主席有一些性骚扰，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任何的处罚或干嘛了。第8是亚洲运动会棒球比赛啊，亚运很合理，很合理。在第7名蓝白河，哇塞，蓝白河，你要想想看哦，就是这个榜单是今年的榜单，蓝白河其实才刚发生不久啊，它是声量非常的大嘛，对啊，毕竟蓝加白政治声量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大，毕竟就4年1次总统大选嘛，对，而且有来来回回嘛，每次的关键字都蓝白河，我觉得差不多。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言的结局。我必须老实承认，这阵子我确实每天早上都会搜寻一下。对，但是他竟然才第7名哎，所以前6名是真的比蓝白河还要厉害。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蓝白河时间比较短了，短期搜寻很大，可是一整年来看的时候就还好。没错没错，这样子理解是对。再来是以色列，算是今年整个国际最大的事情之一了。这个相当的难过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以色列后续的发展。第5名就出现了我们的 iPhone 15，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去年的 iPhone 14其实也是第5名。每一年都还是要来搜寻一下，没有要买我还是会搜寻啊。对，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改变啊，像今年就是有 USB-C 嘛，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我可以告别我的 Lightning 了。但是第5名出现 iPhone 15，表示我的 Vision Pro 肯定没有入围。没错，再来第4 6000全民共享普发现金，哇，这好完整。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也是大家讨论非常凶。我觉得搜寻很合理，因为可能大家很想知道怎么拿，因为这种事情通常流程有点复杂，都要去查。同时，这当时也是有一些争议，就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我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支相关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第3呢是世界棒球经典赛哦，棒球我没有想到亚洲运动会的棒球比赛跟世界棒球经典赛都同时在里面。对，但是我觉得经典赛在里面真的很合理，因为这一次经典赛算是打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次，虽然说还是有点可惜啊，最后没有进到前面，但我觉得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跟激情，没有错。然后第2名是我们的 ChatGPT 被猜中，毕竟现在大家都要搜寻嘛，要使用，然后可能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搜寻它。那第1名比这个 ChatGPT 还强哎，你猜猜看什么？我真
真的猜不太到。第一名很有趣，第一名是台风哦，因为很久没台风，大家知道吗？在今夏以前已经3年没有台风了，超级不合理的。等于说整个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遇到台风，反而是在其他的时间在下雨，当然也会有水库相关的一些存水量的问题啊。我觉得好像大家搜寻台风是不是就是单纯在看有没有放假？一定要放下吧。对，那你觉得有没有在今年这印象深刻的新闻？这几个里面，我个人很有关注 ，ChatGPT 肯定是嘛。然后棒球经典赛，我应该是几乎每一场，至少中华队一定都有看。然后里面我个人还有在关心的，肯定就是蓝白。跟我一样，我想想以色列，但是我是有关心啊，但是就是对蓝白确实蛮吸引人去搜寻的。如果最近有在看各种不同的现场喜剧或者是脱口秀的东西，大家都很常拿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声量更高、更有戏剧效果的。没错，沙泰尔怎么打啊？对，加油加油！那再来，我们就换下一个快速窜升人物，这个里面总该要有一些蓝白河里面的人物了吧？我猜。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第10名是郭台铭，很合理，出来选总统嘛，所以呢就有更多的讨论。我觉得差不多。在第9名是大谷翔平，不得不说，虽然说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讨论到大谷翔平，但是经典赛大谷翔平最后的对决，太帅了，这个重播无数次啊，完全是这个日本漫画剧情。而且我觉得大谷翔平他的对于运动的执着，对棒球的这个热爱，感染到很多在棒球领域以外的人。我那时候有感觉，就是哇，一个领域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等级的巨星，他才会让像是我就是平时没有在关心棒球的人，那我会因为人类共同的语言、热情啊、执着啊，然后长期的累积实现梦想啊，对，你就觉得哇，真的是要关注一下，觉得这个人好厉害。我前阵子刚好看到一个日本的报道，日本小学生梦想成为的人，其中一个是大谷翔平。哦，但你知道第10名是什么？不知道。第10名是葬送的佛利叶。小学生为什么会经济这么老？这也是可以啦，刚好是最近测的，他是大魔法师，OK 了。第8名是我们的黄仁勋，也是 AI 造就下面的。对，今年很重点的一个就是 AI 的大型发展，有各种的突破。毕竟 NVIDIA 基本上是所有 AI 的 core 之一，而且我觉得有很大的关键是黄仁勋今年来很多次台湾哦，对，所以台湾人会想搜寻他吗？蛮合理的，去夜市啊干嘛的。第7名是张育成，这是棒球选手，今年他有代表台湾打这个经典赛，而且在经典赛前还有一点小争议。对，因为他本来没有想要去出赛，被很多人酸，然后后来呢有去打，然后表现就不错。然后这个很有趣，热爱棒球应该都知道这个梗，因为回来的这件事情，大家有点算是半嘲讽讲他是国防部长嘛，然后后来自己也拿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梗，这样子，在每次比方说打全垒打的时候，都会做那个敬礼的动作，然后搞到之后国外都知道这件事情。在第6，刚刚前面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第6个呢，这个就是因为 MeToo 事件了，是 NONO。那因为 MeToo 事件在台湾大概6月的时候烧了非常大的一波，那里面有几个人物，我想接下来应该也都会陆续的上榜。可以说是，如果以偏社会事件或者是整个社会讨论的风气来讲 ，MeToo 事件可能会是台湾今年我觉得最主要的几个，对，而且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大幅的讨论，演艺圈等等的其实都有。那我们的第5呢是刘文正，他是台湾70、80年代天王级的选手。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事情，为什么？刘文正传死讯，对不对？哦，对，大家都会搜寻他到底死了没，这就是这群时代会出现的状况。然后第4呢，跟我们刚刚 MeToo 事件有一点点边缘，他是人选之人里面的人赖佩霞，有点边啊，他不是应该是因为郭台铭，可能跟郭台铭比较有关啊。赖佩霞，大家可能他是谁？这就是为什么讲说快速窜升会造成一些结果，有时候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第10名郭台铭，第4名赖佩霞，哦，因为好奇度比较高嘛。对，过去郭台铭可能他本来就有一定的搜寻量这样。然后第3名，哇，这是国际等级的巨星 Blackpink，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就是第一个来台开唱嘛，第2是 Lisa 的疯马秀等等，我觉得就导致了他这么今年这个讨论也是蛮多的。而且 Blackpink 今年有这个续约的一些问题，连我自己都在搜寻，想要知道一些股价啊相关的事情。据说最近是续约成功了，续约成功了，恭喜恭喜！第2名呢是炎亚纶，第1名是黄子佼，这跟刚刚我们前面的 NONO 是一样的，都是因为 MeToo 事件。其实我本来在想这10名的时候，原本有想要猜几个人，哪几个？贺龙啊，阿夸 man 啊，因为贺龙有夜夜秀跟有大虾时代，我想说感觉跟很多人好奇嘛，是没有，然后又有三立的一些节目等等的，或者是阿夸 man 或 Gummy B， 我感觉我的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是今年非常非常现象级，然后算是新文化的推手，就是张志祺。今年在不管是走中奖上面的一些讨论，还有这个推动某些产业，像是整形产业的一些新化。今年你的传统新闻应该是最多的吧？今年好像应该是真的比
而且是正向的新闻多吧，就是我也常常被骂，但我现在开始连 IG 发什么东西都会被抄，我妈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我事情。但你这样讲也是对，因为那个时候讨论的声量大到我自己有点被吓爆。这个榜单是快速窜升台湾戏剧，你这次有看哪些？我有看《人选之人》，然后我觉得《人选之人》一定上榜，没道理不上榜吧？人选之人这么现象级的东西。另外，我觉得可能有的应该是模仿犯，其实有上 Netflix 的应该都很强。对，没错，大家就会去搜寻。第10名是这个牛车来去，我完全不知道 Netflix 上面的剧，然后它是一个时代剧。第9名台湾犯罪故事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就不是 Netflix， 它是 Disney Plus 上面原创，改编自台湾真实的犯罪案件，这不容易，毕竟 Disney Plus 的基数是相对小一点，在台湾啦，对，尤其在台湾基数还是有差。没错，第8名呢是这个阿叔，这也像 Netflix 上面有，然后是8点档哦，到现在还在播，很有趣。Netflix 开始播8点档类型的东西，是啊，它要扩大嘛，有越来越多的选项可以进去，然后它成长就需要扩大它的受众基数。这蛮有趣，因为以前我爸妈都不会用 Netflix， 但是现在也都会用了。我那时候为了让他们不要看一些政论节目，我就给他们装 Netflix， 一个礼拜后马上上瘾，还为了 Netflix 学会用 PS4， 因为那时候我的 Netflix 装在 PS4 里面，他们竟然会用那个摇杆来控制，学会了，我就想太扯了。果然这个时代需要动机，大家才会推动学习。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扯烂的等级，我就马上跑去买了 Nvidia 跟 Netflix 的股票。第7名呢是第9节课，这个是爱奇艺原创的，Netflix 上面也有，这是一个师生恋的一个故事。第6呢就是你讲到的人选之人造浪者，他才第6，基本上呢他就在讲一个政党的选举内幕，然后他探讨了职场性骚扰啊，然后并且引发了台湾的 Me Too 运动，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大幅的讨论。在第5就是此时此刻，这是 Netflix 独家的，它是一个疫情当背景的都会爱情剧。第4名呢是不良执念清除师，这个是爱奇艺原创的，它是一个比较偏奇幻的故事。然后第3名呢是有生之年，这样 Netflix 上面有，它是以深入刻画的家庭故事为背景，充满这个生活感，然后对话比较写实，所以引发了一些话题。第2呢是我们的八尺门的辩护人啊，刚刚怎么没想到这个？这个也是蛮多讨论的，它是公视先播，但是它其实真正造成热潮的时候是上 Netflix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 Netflix 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如果剧要打到大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出口。那它的原型呢是这个汤英生案，讲的是外籍移工被剥削啊、虐待而杀害雇主的一个故事。那它探讨了很多议题，像是原住民、移工权益、资金存废、官商勾结等等的议题。最后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是模仿犯，它是 Netflix 独家首部打入全球收视前10名的一个台湾的节目。那讲述的是1990年代的一个连续杀人命案，探讨了检警办案啊，还有媒体乱象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10部都有上串流，上串流我觉得算是这个时代很大的区分点，就是你只有在电视上，其实很难在社群或者在数位的世界里面造成这么大的讨论，因为你要搜寻嘛，而且你还可能包含了这些串流，他们有足够大的资本去让社群的意见领袖，或者是产出各种社群上面的迷因啊、图片，让每个人都可以被看到跟触及到。这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刚刚讲到这几部啊，模仿犯、有生之年跟此时此刻都有吴慷仁。对，但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它类型其实很多元诶。过去可能大家对于台剧会有一个既定的想象，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要有警探、真实犯罪、族群、家庭、奇幻、社会议题类型、时代剧啊，或者是8点档都有。以前有些比较偏硬一点的议题，我觉得好像不会到这么多的讨论跟这么受欢迎。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分众的关系，每个群体被聚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各种的社会议题，像是从《雨2》之后，这本台剧好像都越来越多跟社会议题有关，因为社会议题它就是有正有反，然后有人可以共感它里面的情境，会有讨论。那再来我们进到下一个榜单，这个榜单是快速窜升商品推荐关键字，第10名是日本租车。我觉得这其实是去日本嘛，对，大家都开始旅游嘛，去日本，然后过去其实大家都是跟着旅行团，但现在都是自由行，尤其日本啦，几乎都自由行。大家现在开始可能会想要去东京以外的城市，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去租个车啊，会很方便。像我朋友去冲绳就会到那边，然后马上租个车，然后就环岛这样子。今年算是报复性旅游，对，真的所有人都在疯狂出国。再来呢是第9名猪脚。但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总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那个黄仁勋，他来台湾的时候好像有喜欢吃某个猪脚还是怎么样的，依稀有一个这个印象，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事情会影响这么大吗？因为他是串生嘛，相比之下以前可能没有怎么人收，现在突然多了一波嘛，他的位置跟黄仁勋也有点接近，有可能。第8名手机，那可能就是因为 iPhone 对 iPhone 啊，大家又开始换到 USB-C 这样子。三星跟 Google 之前也都有出新手机，没错，是一个大战。我觉得是很多的手机他们在第3代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比较
稳定的状态，像是我们的 Flip 型的这种折叠机，也在今年的时候开始到了更稳定、更多人想要去使用的样子了。第7是中秋礼盒，这个我很难想象它是一个窜升的东西。我有一个非常微小的观察，就是我们都有开公司嘛，对，每一年我们不是都要送客户或伙伴东西吗？我觉得越来越军备竞赛，以前真的是随便送，大家也都觉得 OK。这可能会跟品牌希望在社群媒体上面达到更高的曝光有关。以前呢，主导的人可能就是我就买，或者是他是由行政来负责这件事情，但现在可能会有公关部门或者是有公关思维的人来说，我们要送这个东西，因为它带有品牌的效益在。而且收到的人可能会发个限动，那如果你送太烂的话，你觉得我靠，这个不送还好，送很丢脸。可能过去有些人会送很好，然后他们就被拍，然后旁边人就觉得我被比下去了，我今年也要，所以累积个2-3年就变成了一个更多人想要查的东西，压力好大，真的是。好，再来第6，机场接送因为今年跟报复性没错出去玩有关，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难得出去玩一次，过得好一点好了，简单一些。第5名日本网卡，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因为大家要出去。第4名是旅平险，我觉得过去可能有一阵子大家都不会想要去用旅平险，但是随着社群的讨论说旅平险带给他多少的，真的很方便，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越来越多人愿意保旅平险了。第3是笔电，今年有出很厉害的笔电吗？我觉得笔电有 Apple 有 M3 变得很强，然后我觉得可能一个关键是 AI， 因为 AI 之后你会导致很多人可能要做所谓的本机部署，对，我们要把一些东西要在里面去跑，那你这时候的确有一个新的需求，大众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是这些厂商为了要符合未来的趋势嘛，就会推出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打。然后我的确也去查了一些笔电不同的可能性，因为过去我自己都是 Mac 的使用者，但现在我就开始觉得会不会有的时候我其实可以用 Mac 以外的，我可以回到 PC， 因为最近的游戏也越来越多了，你想要玩游戏的时候，你其实会需要的是笔电，那这时候你真的会需要去推荐去查。这几天最大的消息是《博德之门3》拿下，狂拿，而且游戏这个产业已经变成比电影还有音乐更巨大的娱乐产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可能有些关系。对。然后第2是这个信用卡，信用卡我觉得也是随着社群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其实你好好的使用信用卡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回馈，大家也都在抢食这一个大饼，所以我觉得信用卡也蛮合理的。第1名是旅游不便险，这跟旅平险也是很有关系。对，如果你要出去旅行的话，我觉得这2个真的是你可以考虑一下的，会有很有帮助。然后我觉得我们这边是可以对比一下去年的榜单啦，去年的1到10名是依据这样：洗氧机、烘衣机、泳衣、雨衣、防疫险、口罩、环保杯、发泡锭、电热毯跟雨鞋。我没有想到疫情解封，气氛差很多。对，而且竟然这几年的事我已经快忘记了，真的过疫情也就是1年的事情。然后我认为这意外上榜名单，这就是主角。不知道有没有人当时搜寻过主角，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为什么搜寻？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大家为什么想要搜寻主角。拢爱吃啦。好了，那我们最后就简单的聊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榜单的遗珠战是你过去真的大幅搜，但是这边竟然没有跑出来的？大幅搜寻，前面有提到大嘻哈时代的，对，因为我看完觉得意犹未尽，一直搜寻一些其他人接下来的发展或干嘛。对，而且还有很多的100万以上，甚至我记得有1000万的音乐跑出来的流量，我觉得他应该也不算真的小众，至少在那个时间点。还有张志祺吧，是个遗珠。至少我还好嘛，因为我常常见到你，但我的同事都在搜寻。志祺新长相，以前好像是什么志祺复胖，然后现在就变成志祺成型，志祺对比，志祺被骂，志祺侧翼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啊，蛮开心的，就是今年也有了一个新的样子，然后呢可以持续的变好，我觉得这是我最珍惜的。那差不多，其实我们就聊到这边。那最后，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欢迎分享出去。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就明晚再见喽。